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，切记一定要听清楚，我讲的是方法论。打开此视频，你的交易从此以后一定会有所改变。那么好，我们回到比特币盘面，跟午间行情的时候相比，没有太大的变化啊，还在这个价格区间在盘整。那这个时候实际上还是老生常谈，我们一定要耐心等待行情的变化变盘点。目前从波动上来看，可能反弹结束需要回调，这是一种可能。还有一种五浪结束回调，第三浪正在开启，也就是说第一浪第二浪回调，然后第三浪正在走，这是一种可能性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WXY 调整结束后继续下跌，它可能是这种下跌啊，扩散型的下跌。所以说目前无论你是做多还是做空，做空可能止损位稍微短一些啊，大概1000点的止损。那你要做多呢，止损位不太好控啊。现在这个成交量密集区也是离得比较远，这些位置能不能撑住也不好说。所以说如果做多的话，止损位应该放在哪儿？66500左右这个附近啊，一定要尽量把止损位设得短一点。然后如果离场了无所谓，等下一个机会，一定要耐心，不是每一个单都能吃到的啊。交易是失败者的游戏，只要我们的盈亏比好，一定会稳定盈利。那好，晚间行情就简单聊到这儿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继续啊。之前我们讲交易周期，那今天就是讲资金比重。资金比重非常重要啊，它跟盈亏比类似啊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决定你能不能稳定盈利的重要项之一。那什么叫资金比重呢？我们还是根据比特币的实盘为例啊。比如说现在比特币走到这个区间，从前年的15600一直走到67000，最高点69300附近，已经超过2021年的69000的高点啊。那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比特币会有回跌，或者这个就是顶部，跟2023年做一个双顶的结构都有可能啊。我说的都是可能性啊。所以说这个位置你即便是进场也千万不能怎么样，整体仓位整体资金的比重不能下得太大。说白了，假设你1万刀入场比特币市场，你不能全仓或者是高仓位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拿个2-3成最多了，不能再拿太多。马后炮没有用啊。好多朋友觉得这个地方我多进一点，然后它要涨了我不就能多赚了吗？你临时短时间阶段你赚的利润你守不住等于零啊。我之前讲过无数回，巴菲特之所以能长青常胜将军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的比重管理的特别好，始终都有大把的现金留有，所以他随时，包括这个2024年的致股东信也是讲到，我随时准备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种金融资本市场的超级波动啊。所以说人家能常年复利下去。实际上我们散户小白也是一样的，千万不能 all in， 千万得有健康的现金流啊。所以说这个是这一层面的资金比重。那还有现货合约间，很多朋友无论是现货还是合约都去做啊。
还有的朋友只做现货，有的朋友激进的只做合约，都可以，你随便，你的钱你说了算。但是想把这个稳定盈利做到，那么现货跟合约是一定都要做的啊。然后现货跟合约之间的资金比重大概就是9:1，最安全啊。为什么呢？合约是小资金，然后利用杠杆博大收益的这么一种工具啊，而且它的第一首要任务是用小资金对冲你的现货持有，所以现货跟合约间，我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1:9的比重是最为安全合理的啊。这是现货合约间的比重。还有一个就是开仓比重，比如说合约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回调的概率、上涨的概率都一半一半，不太好说。那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比重杠杆就要降低一些啊，不能下的太多。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踩住6.9万，继续向上的概率非常大，那个时候就我们可以适当把比重杠杆加进去啊，然后短止损开多。也就是说，概率高的时候我们比重下得大，概率小的时候我们比重就降低。还有5-5开对半的这种概率的时候怎么样？还是观望等。之前我也讲过啊。然后相关杠杆的部分，以后我也会专门做一期视频。所以说，资金比重一切核心是为了什么？就是资金管理啊，也是为了降低风险预期，然后根据概率调整下仓比重。无论是你的现货还是你的合约，都是要根据这个来的啊。所以说，大家伙应该听明白了。然后我们总结一下，下仓的资金比重，你的现金流的比重，还有一个现货跟合约间的比重，还有一个每次下仓合约无论空多你的单次交易的比重，也就是这些啊。把这些做好了，你的资金就管理起来了，也就是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，然后扩大你的容错率啊。根据概率调整仓位，把每一次单都做得安全一些、安心一些。这样的话，你的所谓的交易心理熵增的这些效应都会大大降低啊。那好，这一节就聊到这儿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我们明天再见。